琪琪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琪琪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别说不会。你很会掩饰吗？不如你喝完这个，给自己验验尸。是我一直误会的，原来他一直都在我身边保护着我。知喜，我一定会让你想起来的，我要带你一起回去。王爷，知喜，王妃。提笔于春分时节。走，快走！知喜，琪琪，你怎么突然？眉间点针之上演，却不懂凡尘若烟。就此看缘起分灭。怎么突然？不突然，早就该这样了。夫人这话的意思是？以后你就知道了，我会让你都想起来的。想起什么？你先让我下去啊，我要去验尸。哦。你拽我做甚？他们俩光天化日，有伤风化，我今日定要阻拦他们去。你。蔡大人看够了吗？对，是王爷和王妃都已经成婚了。王爷，哎，是我脑子不好，忘记了。我已经仔细查验过尸体，尸体的面部呈大面积烧伤，所以没有什么可用的证据。但是尸体的胃部未发现炭末，所以是死后烧伤。云苑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这一点昨晚已经在现场求证。但尸体的脏器呈大范围衰竭状态，不排除有中毒的可能。具体情况我已经和仵作做了记录，他现在正在对比是哪一种毒物。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能证明死者的身份？有，死者的背部烧伤较为轻微，所以能看到左侧左肩上有一块黑色胎记，大概这么大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查。哎，等一下，死者的背部因为没有被烧伤，所以留下了一片残留的衣料。我看着像是昨日宴会上任安所穿的款式。是他。你先差人去查一下人府，若无收获，再去京城那几个大的布庄查查。那审问两个案子怎么办？先查了再说。是。哎，你跟我来，你保护我。你是说生前烧死与死后焚烧有很大区别？是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是死后才被人焚烧的？对啊，如果是生前烧死，人会因为火焰温度过高而紧闭双眼，眼角就会出现鹅爪形的纹路。鹅爪形的纹路？哎呀，我演示给你看看，就像这样。哎，你刚才紧闭双眼产生的纹路就是鹅爪形纹路，然后如果是死前被烧，人的整个呼吸系统还有消化系统，就是鼻子，然后口，
有没有，你是不是该……哦，那是当然，就是不知道夫人可是要求……你快走，快走，你快走！丢死人了！我干嘛闭眼睛啊？琪琪丫头，那日你发现的银锭，并不是普通的银锭。19年前，我率10万大军到北漠交战，朝廷军饷迟迟未到，前线却传来消息，说我的副将陆衡同皇上胡家勾结，私吞了20万两赏银，圣上朕下令严惩，因此陆家、胡家被满门抄斩，我军大败，连小溪的母亲也因此受到了影响，一病不起。这没多久就走了。我打了败仗，便回京交了虎符，领了个闲职，才知道当日抄家并没有在陆胡两家找到这20万两小银的踪影。直至今日，这笔小银的下落也无人知晓。按您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印记是属于那批小银的？事情正如舅舅所言，当年胡家大部分生意都被沈家接手，才有了后来富甲一方的沈家。只是有一点，舅舅说的不对，我母妃的死并非病逝。